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愛荷華州有一個叫做 Cedar Rapids 嘅城市，佢坐落喺 Cedar River 嘅兩岸，佔地面積167平方公里，係愛荷華州嘅第2大城市，亦都係美國重要嘅出口城市之一。呢度嘅風景秀麗，係美國其中一個最適合居住嘅城市，所以有5季之城嘅美譽，寓意住4季再加上享受生活時光嘅第5季。1979年，一位18歲嘅女高中生 Michelle 離奇咁喺商場度遇害。由於現場留低嘅線索唔多，所以案件就成為咗懸案。好彩嘅係，警方咁多年嚟都冇放棄調查，終於喺39年之後成功將兇手繩之於法，還 Michelle 一個公道。Michelle 出生於1961年10月6號，係屋企嘅細女。佢有一個比佢大12歲嘅家姐 Janelle。喺 Michelle 出世之前，媽媽曾經經歷咗5次嘅流產，所以 Michelle 被屋企人稱為 Miracle Baby， 大家都非常痛錫佢，係屋企嘅掌上明珠。Michelle 有一頭金色嘅長髮，佢生得甜美，性格開朗，學術成績亦都唔錯。除此之外， Michelle 亦都好有表演天賦，佢喺高中時期加入咗合唱團，亦都參與咗戲劇演出，同時亦都係學生儀仗隊嘅成員。中意設計嘅 Michelle 仲打算喺畢業之後進入 ISU 攻讀室內設計，然而厄運就喺呢個時候揾上咗佢，令佢嘅人生永遠咁定格喺18歲。1979年12月19號晚， Michelle 着住一套黑色晚裝，再配搭一件淺色外套，出席咗合唱團喺酒店舉辦嘅宴會。宴會嘅氣氛好好，大家都度過咗愉快嘅夜晚。宴會結束之後， Michelle 想要去到附近新開嘅商場度行下，順便幫媽媽買一件羽絨。佢本來打算同幾位朋友一齊去，但係朋友都咁啱臨時有事，所以就拒絕咗佢。於是 Michelle 就獨自去到咗商場，佢帶住180美元準備買羽絨。由於 Michelle 有喺商場度做兼職，所以佢亦都遇到咗好幾位同事，並同佢哋傾咗一陣偈。大約夜晚9點，有人見到 Michelle 出現喺商場嘅一間珠寶店出邊，呢次亦都係佢最後一次出現喺大家面前啦。時間嚟到咗凌晨2點， Michelle 仲未返到屋企，佢嘅父母非常擔心，因為 Michelle 從來都冇試過咁夜都唔返屋企。佢哋打咗電話俾 Michelle 嘅朋友，但係大家都唔知道佢嘅下落，於是佢哋馬上報警。警方接到投報之後，即刻就去到咗商場展開搜索。大約凌晨4點，佢哋喺位於商場東北部嘅停車場度揾到咗 Michelle 架車，並喺入邊發現咗 Michelle 冰冷嘅遺體。經過檢測之後，法醫證實 Michelle 嘅死亡時間為前一晚嘅8點至10點左右。佢嘅面部、頸部同埋胸部總共有29處刀傷，雙手亦都有多處嘅防禦性傷痕，講明佢曾經同兇手發生過激烈嘅搏鬥。Michelle 嘅車內被血跡覆蓋，出邊就好乾淨，講明 Michelle 應該係喺車入邊遇害噶。警方冇喺現場揾到兇器，亦都冇發現第三者嘅指紋，相信兇手作案嘅時候應該係戴咗手套。另外， Michelle 嘅錢仲原封不動咁放咗喺銀包度，而佢生前亦都冇遭到性侵，所以劫財劫色都唔係兇手嘅目標。按照目前嘅情況睇嚟，呢單案更加似係一單有預謀嘅仇殺案。經過調查之後， Michelle 並冇同其他人結怨，不過佢同前男友 Andy 嘅關係就有啲唔愉快。Michelle 同 Andy 拍咗拖2年，最近啱啱分咗手。分手之後， Andy 似乎好唔甘心，佢一直纏住 Michelle， 亦都經常詢問佢嘅朋友Michelle 最近喺度做緊啲乜嘢，同邊個拍緊拖等等。總之，所有關於 Michelle 嘅事 Andy 都想要知道。巧合嘅係 Andy 喺案發當晚亦都曾經去過商場。唔單止係咁， Andy 喺 Michelle 嘅喪禮表現得非常可疑，佢嘅情緒非常激動，用雙手抱住棺木喊住咁話：我要知道 Michelle 臨死之前到底愛邊個，佢到底係愛我定係阿 Mike。呢個奇怪嘅舉動無疑加深咗佢嘅嫌疑。於是佢哋即刻揾嚟 Andy 問話。Andy 表示佢喺商場閂門之前就已經返到咗屋企，
佢嘅媽媽可以幫佢做證。雖然媽媽為咗保護仔女而做偽證嘅案例並唔罕見，不過警方亦都確實冇任何實質嘅證據可以證明佢同案件有關。佢喺高中畢業之後就離開咗 Cedar Rapids，並加入咗海軍。而 Andy 喺喪禮度提到嘅 Mike 係 Michelle 嘅第一任男朋友。經過調查之後，Mike 案發當時喺距離城市160公里外嘅地方讀緊大學，所以佢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由於調查工作一直都冇進展，所以警方唯有向大眾求助，希望知情人士可以提供線索。喺短短嘅1個禮拜之內，警方就收到咗200幾條線報，嫌疑人嘅名單每日都喺度增長。經過調查之後，佢哋嘅嫌疑都被排除咗，而案情又再次陷入咗僵局。1980年6月，亦即係案發嘅半年之後，警方終於揾到咗2位目擊證人。呢2位證人表示，佢哋好似見到兇手，不過因為距離案發嘅時間太耐，佢哋已經唔記得咗兇手嘅樣。最終，佢哋喺催眠嘅幫助之下，俾出咗呢啲信息：兇手係一位大約20歲嘅白人男子，大約6尺高，體重介於165至到175磅之間，有啡色嘅眼睛同埋捲髮。警方根據佢哋嘅描述，畫出咗疑犯嘅面部掃描，並將掃描公開，仲提供咗1萬美元嘅懸紅，希望民眾可以提供兇手嘅信息。消息一出，民眾都秉持住有殺錯冇放過嘅精神，只要見到稍為符合兇手特徵嘅人，佢哋都會向警方舉報。可惜呢啲人都唔係真兇，而警方嘅調查工作亦都一直毫無進展，案件就咁樣慢慢成為咗懸案。1995年，Michelle 嘅爸爸帶住遺憾離開咗人世。3年之後，Michelle 嘅媽媽亦都鬱鬱而終，冇辦法喺有生之年親眼見到殺害女女嘅兇手被繩之於法，成為咗2位老人家心入邊永遠的痛。時間嚟到咗2005年，德警探接手咗呢單案。德警探係 Michelle 嘅高中同學，雖然佢哋唔係好熟，但係佢亦都想親手將兇手逮捕歸案，還 Michelle 一個公道。喺翻閱咗案件嘅資料之後，德決定叫實驗室重新檢驗所有嘅證物。隨住科技嘅進步，鑑證人員喺 Michelle 嘅晚裝同埋駕車嘅波棍度發現咗屬於男性嘅血跡。鑑證人員將樣本輸入 Coded 數據庫，但係就冇揾到匹配嘅樣本。與此同時，警方亦都要求包括 Michelle 2位前男友在內嘅100幾位嫌疑人提供 DNA 樣本，但係佢哋嘅 DNA 都同兇手嘅 DNA 唔吻合，案件又再次進入咗死胡同。時間嚟到咗2015年，呢一次負責調查嘅警探叫做 Matt。值得一提嘅係， Matt 嘅爸爸係負責調查呢單案嘅第一任警探。案發當時 Matt 只有5歲，佢自細就睇住爸爸為呢單案來回奔波，並立志要繼承爸爸未完成嘅使命，將兇手繩之於法。Matt 警探翻閱咗案件嘅資料，依然揾唔到新嘅突破口。呢個時候， DNA 技術迎嚟咗一個新嘅突破。呢項新技術可以根據完整嘅 DNA 樣本生成出 DNA 主人嘅樣貌。雖然唔係100%準確，不過亦都足以作為輔助參考。2017年，警方委託咗一間基因研究公司協助生成疑犯嘅圖像。公司通過警方提供嘅 DNA 樣本，生成出3張嫌疑人嘅圖像，包括案發當時嘅樣貌同埋而家嘅樣貌。喺警方公布咗嫌疑人嘅圖像之後，民眾都踴躍向警方提供線索，舉報兇手嘅身份。但係經過檢測之後，呢啲人嘅 DNA 都同兇手嘅 DNA 唔吻合，案情又再次陷入咗僵局。直到2018年，一單毫無關聯嘅案件為本案帶嚟咗一絲曙光。4月24號，逍遙法外咗40幾年嘅金州殺手 Joseph DeAngelo 終於落網，而呢一切都要歸功於基因族譜研究嘅技術。只要揾到同疑犯 DNA 部分匹配嘅族譜，就可以順藤摸瓜，進而揾到兇手。睇到呢單新聞之後，Matt 警探決定要碰下運氣，於是佢將兇手嘅 DNA 輸入咗 JetMatch 網站。呢個網站擁有龐大嘅 DNA 數據庫，
好多人都自願將自己嘅 DNA 上傳到呢個網站，希望可以揾到失散已久嘅親人。呢個網站亦都協助警方揾到咗金州殺手。2018年7月，網站揾到咗同兇手 DNA 部分匹配嘅樣本，樣本嘅主人係嚟自華盛頓嘅單親媽媽 Brandy。於是 Matt 警探花咗幾個月嘅時間研究 Brandy 嘅家族樹，終於鎖定咗3位嫌疑人 Donald、Kenneth 同埋 Jerry。佢哋係3兄弟，目前都仲居住喺愛荷華州。跟住警方對3兄弟展開咗監視行動，揾機會收集佢哋嘅 DNA 樣本。經過咗1個禮拜嘅努力之後，警方成功收集到3兄弟抌咗嘅2條飲管同埋1支牙刷。經過檢測之後， Jerry 嘅 DNA 同兇手嘅 DNA 完全吻合，而佢後生嗰陣嘅相亦都同基因研究公司當時生成出嚟嘅圖像非常相似。背景調查顯示 Jerry 冇犯罪記錄，係一位成功嘅商人，仲有一個幸福嘅家庭。案發當時 Jerry 居住喺距離 Cedar Rapids 大約50分鐘車程以外嘅 Manchester， 絕對有足夠嘅時間作案。2018年12月19號呢一日咁啱係 Michelle 遇害嘅39週年，警方嚟到咗 Jerry 嘅辦公室。喺問話嘅過程中， Jerry 表現得非常冷靜，佢拒絕自願提供 DNA 樣本。不過當警方拎出搜查令嘅時候，佢亦都只能夠乖乖就範。跟住佢就被警方以1級謀殺嘅罪名逮捕。喺 Jerry 被捕之後，佢嘅屋企人都唔相信 Jerry 殺咗人，並認為警方一定係搞錯咗。不過 DNA 係唔會呃人噶，檢測結果再次證明 Jerry 就係兇手。喺知道呢個消息之後， Michelle 嘅家姐 Janelle 同埋姐夫都感到非常欣慰。佢哋衷心多謝警方一直都冇放棄調查，先至可以還 Michelle 一個公道。2020年2月，本案正式開審。Jerry 喺庭上否認咗控罪。辯方指出，警方喺搜集 Jerry 抌咗嘅飲管嗰陣，並冇搜查令，呢一點唔符合程序。控方反駁，已經抌咗嘅垃圾並唔屬於私人財產，所以冇需要搜查令就可以拎走。法官亦都認同呢一點。跟住，辯方表示 Jerry 唔認識 Michelle， 所以根本就冇任何作案動機。針對呢一點，控方呈上咗 Jerry 喺2018年嘅手機記錄，上邊顯示 Jerry 曾經多次搜尋同埋瀏覽有關謀殺同埋侵犯金髮女子嘅網頁，講明佢對金髮女子有一種恨意。而 Michelle 咁啱亦都有一頭金色嘅頭髮，呢個或者就係佢嘅作案動機。不過法官認為手機記錄同埋案發嘅時間相隔太耐，所以呢項證據最後並冇被作為參考。至於點解 Jerry 嘅 DNA 會出現喺現場，辯方表示呢個好有可能係因為二次轉移，亦即係話 Jerry 喺商場度觸碰咗一啲嘢，而 Michelle 咁啱亦都接觸到，所以 Jerry 嘅 DNA 就轉移到 Michelle 嘅身上。不過 Jerry 嘅血跡係出現喺汽車嘅波棍同埋 Michelle 嘅晚裝度，所以控方認為二次轉移嘅講法根本就唔成立，而唯一嘅可能性就係 Jerry 喺作案嘅時候唔小心整傷自己，所以先至會留低 DNA。最後控方傳召咗 Michael 出庭作證。Michael 係 Jerry 喺拘留所嘅獄友。有一日佢哋喺度打牌嘅時候， Jerry 一直輸俾 Michael。當時 Jerry 好嬲咁同 Michael 講，如果 Michael 繼續贏落去嘅話，佢就會將佢帶到商場。世界上應該冇人會用商場嚟到威脅其他人啩？咁亦都間接證明咗 Jerry 就係喺商場度殺死 Michelle 嘅兇手。陪審團喺經過咗3個鐘頭嘅討論之後，做出咗裁決。最終 Jerry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判刑之後 Jerry 不斷提出上訴同埋重審嘅要求，不過都一一被法庭駁回。直到而家，佢依然堅稱自己係無辜㗎。